对于30天停火协议，俄罗斯施展拖字诀，是要拖到彻底收复库尔斯克。俄军在北约大门口集结45架俄轰炸机，乌军大批增援部队抵达苏梅州，普京穿军装现身库尔斯克，乌军游击队袭击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弹道导弹空袭敖德萨港口，欧洲5国共商赴乌维和计划，FAB3000沙皇炸弹袭击乌克兰军工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美乌会谈将停战皮球踢回了莫斯科，但俄罗斯玩了一手拖字诀，是要拖到彻底收复库尔斯克。据战争研究所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12日回应称，莫斯科正在仔细研究美乌联合声明，并将等待俄罗斯谈判代表从华盛顿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后发表评论。俄罗斯反对派媒体也于3月12日报道称，克里姆林宫对美乌临时停火提议感到惊讶。一位熟悉俄罗斯总统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应该在公开宣布之前与俄罗斯私下讨论这样的提议，从而让克里姆林宫有时间来制定有准备的回应。虽然俄罗斯尚未做出决定，但特朗普3月12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除了停火别无出路，甚至做出警告称，如果有需要，美国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我希望美国不需要这么做。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会谈，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但所有的援助仅限于防御，也就是说，乌克兰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发起进攻。可反过来想，美国答应30天停火，意味着美国的补给会在这30天内到位，而乌军可以趁此机会分析俄军部署和下一步行动，甚至随时准备反击。这也难怪俄罗斯对停火提议的回应一直模棱两可。当然，另一方面原因是俄罗斯如今在库尔斯克局面大好，根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12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有关乌克兰的任何问题都应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进行，真正的协议仍然是在前线达成的，并且为了让外界看到俄军的决心，其在北约大门口的一个基地内集中部署了45架轰炸机。据保加利亚军事网12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在西北部克拉半岛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部署了大量轰炸机，包括10架图95 MS 和35架图2 M3，此外还有5架安12运输机、3架图134 UBL 教练机以及4架米8直升机。报道称，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位于临近芬兰和挪威边界的莫曼斯克以南约90公里，它一直是俄罗斯战略航空的重要设施。但这种规模的部署并不寻常，尤其是在停火这个档口。报道称，这或许是发出局势升级、防御性调动或是后勤作业的讯号。要说还是美国逼乌克兰就范，让俄罗斯抓住了机会。据福布斯新闻报道，前段时间美国切断了对乌援助，导致俄军快速在库尔斯克发动了反攻。尽管现在美国已经恢复，但报道称，俄军已经利用这个时间差，在苏甲围3缺1完成了推进，如今更是重新拿下了苏甲镇。据战争研究所报道，3月12日，俄军第11空降旅、第22摩托化步枪团以及第2特种部队旅出动大量战机和坦克，从陆路两面猛攻苏甲，在持续袭击中重新占领了这里，并已推进到扎奥列申斯基南部。目前俄军正在该定居点进行清理行动。一些流出的视频画面显示，俄军在苏甲市中心及周围多地升起了旗帜，留下唯一的口子苏美洲方向，就是想把乌军彻底赶出库尔斯克州。这个时候，俄罗斯如果同意停火，那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乌军依旧可以利用库尔斯克乌控区去谈条件，这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俄罗斯选择拖字诀，拖到彻底收复库尔斯克。乌军方面，战争研究所援引一名隶属于乌克兰军事情报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3月12日，乌军主力部队已成功撤出苏甲镇，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乌克兰官方证实。有消息称，在美国重启与乌克兰情报共享后，乌军使用海马斯等武器对库尔斯克俄军阵地进行了炮击，称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另外，从最新发布的战役与兵力部署图来看，乌军正有大批增援部队抵达苏梅州和国际边境，俄朝联军想要继续推进，难度将直线上升。目前俄军攻势已经放缓，其第44集团军、76和106空降师等部都已转入了防御。不可否认，未来库尔斯克及苏梅边境地区或许会是硬碰硬的大兵团对决。值得注意的是，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3月1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身穿军装访问了库尔斯克俄军前线指挥所，期间他所听取了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汇报，并感谢了所有在库尔斯克州作战的部队。之后，普京下达紧急军令，
尽快解放整个库尔斯克州。可见，普京希望利用俄罗斯占领苏贾来展示美乌临时停火协议背景下的军事成功和实力。另外，据战争研究所报道，普京的此次访问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第2次访问前线部队。第一次是2023年4月，普京访问了位于赫尔松州的俄罗斯第聂伯集团军总部和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东方格瓦迪亚总部。与第一次身穿着西装相比，普京此次居然选择穿军装。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普京可能正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参与战斗的领导人，瓜分俄军重新占领苏贾的战果。报道还分析认为，普京可能试图在美俄会晤之前，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强大而有效的军事指挥官，从而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乌东前线整体变化不大，双方互有攻守。哈尔科夫方向，乌方消息称，乌军已准备好应对来自库尔斯克俄军的袭击。3月12日战斗中，乌军击退了俄军2次突袭。与此同时，一个乌克兰无人机团报告说，俄军正在库皮扬斯克奥斯基尔河东岸集结部队，打算在2025年春季发动进攻。托列茨克方向3月12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沿着托列茨克南部的别列兹尼亚街8号推进。战斗中，乌军第28旅击退了俄军一个加强迫击进攻，摧毁了俄军2辆坦克。一名乌克兰军官表示，俄军减少了滑翔炸弹和炮击攻击，转而增加无人机和小股步兵的协同突袭频率。从兵力部署地图上看，格罗夫卡方向的俄军兵力最为薄弱，乌军接下来可能会采取正面牵制，从东面迂回战术向格罗夫卡实施突破，将俄军退路截断，进而切割歼灭。红军村方向3月12日，俄军加强了夜间的步兵突袭频率，但在昨日战斗中，乌军第144旅通过无人机俘获了9名投降俄军，而替换第153机械化旅的乌军第72机步旅在战斗中打爆了俄军一支机械化纵队，共摧毁了9辆俄军坦克、装甲车，损伤俄军66人。库拉霍方向，俄军3路围攻科斯强基诺皮利已经3周了，但至今没有将其完全攻克。目前俄军依旧在安德里夫卡南部进行了一些进攻。南部战区总部设在克里米亚的阿特什乌克兰游击队组织3月12日报告说，乌军游击队近期对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发动袭击，摧毁了当地一条俄军式铁路线，阻碍了俄军弹药的运输。在昨日战斗中，乌军再度发动袭击。阿特什组织报告指出，俄罗斯当局需要时间来恢复受影响的铁路线。俄军方面，3月12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显示，俄军从克里米亚、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等方向向乌克兰发射了133架沙赫德和诱饵无人机和3枚伊斯坎德尔 M KN-23弹道导弹。乌军防空部队在乌克兰境内各地击落了98架俄军无人机，另有20架诱饵无人机因乌军电站系统而丢失。至于3枚俄军弹道导弹，一枚被乌军 IRST 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打向了敖德萨港口。据乌克兰副总理兼社区与领土发展部长奥列克西·库列巴表示，俄军导弹击中了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的民用船只。据悉，被袭击的船只当时正在装载小麦，准备出口至阿尔及利亚。俄军导弹袭击导致4人死亡，2人受伤，同时造成另一艘船只、码头以及粮食储存仓库受损。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港口基础设施的保护，并确保黑海地区的航行安全。最后一枚导弹则击中了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的一处基础设施。克里维里赫军事行政长官亚历山大·维尔库尔称，截至3月12日上午11点，袭击导致1人死亡，14人受伤。据乌总参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12日，乌军共歼敌1430人，摧毁俄军3辆坦克、44门火炮。战场之外，更多欧洲国家开始援乌支俄。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法、德、意、波兰等欧洲5国国防部长12日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防长会议，共商如何确保乌克兰持久和平，以及强化欧洲安全防卫与军工业合作，以应对变化莫测的国际情势和潜在威胁。报道称，他们以英法主导的志愿者联盟维和行动为基础进行细节讨论。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EU各国的国防支出与军工业实力皆名列前茅，军备出口总额在全球占比也近25%。如今正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决定性关键时刻，EU需为欧陆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英国首相施凯尔令证实，他15日将召开志愿者联盟视频会议，邀请各国领袖参与。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卡拉斯11日曾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中直言，联合国正面临成立80年来前所未见的压力。俄罗斯公然侵乌是妄图以武力统治、挑战国际法秩序的案例之一，呼吁国际社会设法应对，避免全球和平遭受威胁。
据乌克兰真理报援引德国之声报道，基辅经济学院估计，在352家德国公司中，已有68家选择完全退出俄罗斯，其余204家公司要么继续运营，要么限制或冻结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德国之声询问了那些离开或留在俄罗斯的德国公司，问他们对俄罗斯市场的计划是否因特朗普政府言论的变化而变化。西门子公司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无法对未来做出假设，但目前预计不会涉足俄罗斯市场。报道称，在退出俄罗斯市场前，该公司在俄罗斯雇佣了约2700名员工，2021年的营业额为8.34亿欧元。阿迪达斯则未正式退出俄罗斯，但在全面战争爆发后，该公司关闭了在俄罗斯的商店，停止了在线销售，并终止了对该国的赞助活动。针对新的谈判，该公司表示其决定没有任何改变。阿迪达斯的一位代表在3月初的演讲中承认，该公司目前没有考虑过俄罗斯市场。其他发表类似言论的还有大众、博世以及全球最大的工具机制造商之一的通快集团等。据国防博客报道，俄军在对苏甲的进攻中使用了沙皇炸弹，对乌克兰的一座硝酸铵工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该炸弹重达3000公斤，3公吨，是俄罗斯现役武器库中最强大的传统炸弹之一。从流出的视频可见，爆炸非常猛烈，产生了巨大的蕈状云。乌克兰军队尚未确认损失的具体程度，也未确认受攻击的目标地点是否有军事人员驻扎。报道分析称，自2024年初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扩大部署包括 FAB500 和 FAB1500 在内的各种改良炸弹，以摧毁乌克兰的军事阵地和基础设施。与美国制造的 JDAM 等精确导引炸弹不同，俄罗斯的导引系统精准度较低，通常打击半径为30至50米，但从战场表现来看，巨大的破坏力足以弥补一切。另据俄罗斯国营媒体 Sputnik 报道，俄军这些炸弹的产量正在增加，如 FAB1500 的产量可能增加了1倍，并且重启了苏联时代的 FAB3000 量产计划。FAB3000 沙皇炸弹长约 3.3 米，弹体直径 0.82 米，没有引信的炸弹总重达3067公斤，其中炸药装量高达1387公斤，其核心的爆炸区估计为35米，强烈的震波破坏力范围可达150米，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既定目标。据军队认可网报道，日本淡路级扫雷舰的4号舰能美号将于3月12日正式入役。淡路级扫雷舰是八重山级扫雷舰的后继舰种，两者在制造材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八重山级舰采用木壳材质，而淡路级舰则采用了符合扫雷磁性特征的玻璃纤维强化塑胶材质，具有极强的耐腐蚀性，可使该舰的使用寿命延长至30年。作为淡路级舰的4号舰，能美号标准排水量为690吨，使用柴油双主机，航速14节，编制舰员数50人。在设备方面，其将配备光学探测和测距监视系统，可在白天和夜间实现远距离定位水下物体。同时，为了快速检测、定位和分类水雷，还搭载消耗性水雷处理系统、桅杆式光学监视系统以及可变深度声呐系统。在武器方面，则配备有一门 GM61 RFS 20毫米遥控机炮，用于扫雷和自卫。此外，在能美号入役后，日本还有2艘同型舰正在建造中，预计分别将于2026年、2027年服役。新舰将增配美日合作开发的 OZZ-4 中型无人自航除雷载具，能够协助定位和清除深部鱼雷。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波兰正准备与该国签署一项新合约，计划增购180辆 K2 坦克，总价值约62亿美元。正式协议将于今年4月签署。实际上，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波兰就开始持续加强防卫能力。2022年8月，韩国与波兰签署相关协议，将向其提供一系列先进军事装备，包括首批180辆 K2 坦克、212门 K9 自走炮、48架 FA50 轻型攻击机、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总价值约120亿美元。而在后续订单中，波兰又将 K2 坦克的采购数量大幅提升至1000辆，旨在将该国的装甲部队打造成欧洲最强。随着波兰与韩国加强合作关系，两国之间开始进行技术转移、联合训练计划以及新型军事系统的开发。此外，由于韩国的武器相对先进且交互速度够快，其武器出口量也大幅增长，成为了诸多国家除美制装备外的右翼选项。
援引 BBC 报道，根据航运网站数据显示，3月10日，在英国东约克郡海岸附近，一艘邮轮与一艘货船相撞，导致船体起火燃烧，船员被迫弃船逃生。随后，英国海岸警卫队派遣直升机以及数艘海上作业船，在这2艘船周围集结灭火和救援。截至目前，已有30多名伤员获救上岸。经后续调查，涉事邮轮悬挂美国国旗，是一艘石油和化学品运输船。事发前，其从希腊的圣迪奥多罗港出发，当时停泊在英国东约克郡海岸外，靠近赫尔，而货船则悬挂葡萄牙国旗。其从苏格兰的格兰奇茅斯港出发，原计划前往荷兰的鹿特丹。此外，上述邮轮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它是美国政府计划中仅有的10艘应急邮轮之一，旨在确保战时或国家紧急状态时能够为美军供应燃料。这又意味着它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美军征召，但目前还尚未有迹象能够表明这起事故与美军的计划有关。据防务新闻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对外宣称将全速生产 MEPS 系统，该系统由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研发，是美国陆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美国陆军曾于2017年通过陆军未来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跨职能小组，来推进各项能力建设，例如车载和非车载能力等，以帮助陆军在敌方干扰其 GPS 信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开展作战行动。美国陆军车载 PNT 项目负责人达米安·迪克森表示，通过传感器融合算法和非无线电频率传感器，2代 MEPS 系统可为 GPS 提供反欺骗和反干扰能力，并分配定位、导航和授时数据，从而加强士兵的作战能力。另据美国2025财年军费预算，截至目前，美国陆军已经为车载 PNT 项目投入大约5亿美元的采购资金，且先前已将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第1代 MEPS 系统进行了实战部署。根据后续预算，预计美国陆军将在2025财年采购619套2代 MEPS 系统，总金额约为1.3亿美元。据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声明，第109空运联队麾下一架 LC-130H 运输机于3月5日成功降落在加拿大地区的帕森斯湖淡水冰层上，这是重达35吨以上的 LC-130 型机首次降落在淡水湖上。美军表示，此次着陆行动并非刻意，而是属于临时计划。当时该运输队的指挥团队搜索了加拿大西北地区海岸足足超过25000英里的冰层，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一块符合 LC-130H 着陆需求的冰层。按照原计划，此次任务将暂时结束，但机组团队做出临时调整，将着陆地点转移至内陆。随后机队将搜索范围扩大到该地区的冰冻湖泊，紧接着就发现了帕森斯湖。在确定地点后，由第109、第123和第133空运联队组成的极地营地滑雪道队，仅用了1天时间，就在帕森斯湖开设了雪地着陆区。此外，在后续行动中，加拿大空军的 CC-138 运输机、CH-147F、CH-146 直升机也参与了该营地的建造与数趟人员误机补给，共计执行了17次的飞行任务，投送了约10430公斤的补给。而第109联队的 LC-130H 运输机则执行了8次任务，除为北极营地提供了快速补给外，同时也将加拿大 CC-138 运输机的零件从黄刀镇运回因纽维克。通过这次将内陆湖泊作为着陆区的行动，可使美国部队在未来执行类似行动中能够进入传统飞机无法进入的地区，从而提高作战灵活性。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于近期发布声明，指出俄罗斯情报搜集舰克瑞利亚号曾于3月6日在对马岛西南部约120公里的海域活动，并于3月7日通过对马海峡直奔日本海。此外，据日本防卫省透露，该舰并非刚到日本海域附近，而是在这里徘徊已久。其曾于2月16日至17日从日本海南下，通过对马海峡，并一路向南，再于19日至20日穿越冲绳南端的宫古海峡，向东进入菲律宾海。随后又在3月4日再度出现在冲绳南端，并沿相近原路向北折返，最后于3月7日再次通过对马海峡。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俄军在北约门口集结45架俄轰炸机，只是简单的威慑吗？大家认为还有哪些战略意图？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